发起猛烈进攻！攻击向我发起猛烈进攻！长官，请迅速支援我们，不然就来不及了！ 比蚂蚁还多，比蚂蚁还多！393团为什么还不上来？共军打进了王家集，打进了王家集！师座，共军已经打到我指挥所门口了。长官，赶紧增援我们！我前面一片山坡上，起码有1万多共军的。师座，长官，我这边共军最少有5个团。275团报告，275团报告，我正面的共军又增加兵力了，最少又增加了2个团。 哎，司令员，敌人这样胡乱报告，一下子把我们的兵力夸大了好几倍啊！是啊，战场上的报告不能掺杂一丝一毫的水分，像这样夸大其词的说假话，岂有不打败仗的道理？宋司令，这一切还不都是您给闹的？ 敌人这盆水啊，全让您给搅浑了。晚上这一仗啊，效果不错。不过，这么多敌人主动替我们当宣传员，这是我事先没有料到的，效果超出了我的预期。是啊，他们不光是运输大队长，还是我们的义务宣传员呢。对呀，今天晚上这么一打，下一步我们放弃临沂，就会显得合情合理。另外，陈诚现在最想看到的。 就是我们伤亡惨重。现在交给你们一个任务，今天晚上你们连夜去布置几个大型的野战医院、战地救护所，看上去必须像真的一样，每一个看上去都接待处理过几千个伤员。有困难吗？有困难也要完成。 总长，共军发动了全面反击，来势非常凶猛。共军拼命了，有人亲眼看见共军团长拎着手枪就上阵了，重炮都拿出来了。命令各部队，一定要守住目前的阵地，丢失阵地者杀无赦。命令炮兵，向共军纵深目标猛烈射击。命令空军，天一亮就出动，赶紧通知南京，运送几百万大洋过来。 作战勇敢者不吝重赏。总长，共军这次如此的凶猛，不是增加了生力军，就是孤注一掷了。你说呢？根据前线各个方向的报告，共军今天晚上参加攻击的部队，刨去水分，起码有7、8万人。所以啊，孤注一掷也好，生力军也好。 华东共军的主力家底儿都在这儿了。这回我看王耀武还有什么话说？是啊。继皇啊，看来共军是要死守临沂了。 这不太像粟裕的作战习惯。同我们南线集团争夺临沂，共军要付出巨大的代价，这样对共军来说并不合算。而且，粟裕从来不喜欢打消耗战。可是去年在涟水，他们不是也死守了吗？涟水不一样，守卫涟水是为了掩护他们的后方撤退。 而且作战规模很小，正面战场只投入了1个纵队。粟裕会拿出几万人伤亡的代价跟我们死死地争临沂？哼，打死我都不信。这临沂那边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老总啊，放弃临沂时机已到。我建议明天天黑之后，
结束临沂外围防御。首长，哎，王彪，你来了！来，我这听你在打电话，就没敢闯进来。呵，有你不敢闯的地方吗？啊！来，坐。你们几个现在管着60万人，那官啊比我还大呢。哎呦，首长，来，喝水。其实这个事儿啊挺好管的。你把县、区里的人给他编一下队，然后呢，再把任务和行军的路线图发给他们，其他的那都顺顺当当。万一有点什么新的任务，我派人给他们送个信儿，这比打仗容易多了。什么事儿到你王彪这里啊，那都是快刀斩乱麻。哎，首长，你今天叫我来，不是只听我之前的汇报吧？你说对了。今天啊，我还要派你出一趟公差。首长派给我的公差，这都是很有意思的。不错，比上次啊抓你到独六师那趟更有意思。是吗？情况是这样，我们准备明天放弃临沂。在国民党看来，我们是伤亡惨重，无力坚守，这才弃城而去。但是到了哪里呢？这对他们来说是最重要的问题。我们离开之后，敌人肯定会动员一切力量，来寻找我们主力部队的去向。我明白了，首长，你是叫我带一队人马冒充你们的主力撤退呀？不错，就是让你给他们来一个障眼法。共军主力到了哪里呢？去了这里。我已经在运河边集合了几千民兵和一些地方部队，还准备了一些船只。你去那里后，把他们组织起来，白天源不断的过河去，到了晚上，再悄悄的回来。第二天白天接着再过去，这样来来回回倒腾他3、5天。我希望通过这个办法，使敌人错误的判断我主力部队正在西渡运河，去会合华北的部队。怎么样？我知道这种事情你最拿手了。在运河边上走来走去，这没问题。但是最关键的，叫国民党怎么相信我们？我们应该想想办法。办法你去想。哦，对了，前2天段飞告诉我，说现在独六师上上下下都夸你是勇敢和智慧的化身。首长，愧不敢当，愧不敢当啊！我知道首长是在激将我。那好，现在我马上出发，边走边想办法。好，哦，还有一批电台要跟你一起行动，有野司的，也有各主力纵队的，他们的任务跟你一样，迷惑敌人。这个办法好，这个和这次的行动结合起来，这就天衣无缝了。破绽还是有不少的，你尽力弥补吧。是。司令员，你去睡一会儿吧。司令员，你都好几天没睡觉了，北线战役还没打响呢，你这样下去啊，身体顶不住，还怎么指挥战斗啊？我不敢睡呀，老夫。如果现在敌人发觉了我们这个企图，
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？我们20万大军，再加上民工60万，这80万人都在沂蒙山的小道上行军，万一被敌人发现了，那麻烦就大了。会有什么结果？敌人南线集团会全面推进，北线集团会按兵不动，稳扎稳打，增加兵力。敌人南北两路，再加上敌人空中作战力量的配合，我们这80万人都将会被包围在沂蒙山之中啊！80万人呢，每天吃粮食就得100万斤以上，不要10天8天，沂蒙山的树皮也不够吃啊！是啊，敌人把两边的道路一卡，把桥梁全破坏，加上空军狂轰滥炸，那时我们要想打出沂蒙山，必将付出惨重的代价。首长，敌人是不会发现的，我有信心。我也有信心。萨拉，你去睡吧，有事我叫你。我再想一想。司令员，那我给你弄点吃的吧，你晚饭还没吃呢。好，给我盛碗热汤来吧。啊，今天晚上有鸡汤啊。陈老总为了给你增加营养，特意让炊事班给你买了一只鸡。哎，又让老总操心了。好，给我盛碗来吧。好。捷报，捷报啊！大捷呀！总长，就在刚才，74师、25师和11师从3个方向突破了临沂的最后防线。张灵甫、胡琏和黄伯韬报告说，阵地前共军的遗失累累，成千上万呐！攻克临沂了，攻克了，打垮粟裕了，打垮了。张灵甫报告说，他的阵地前没有一个活的共军了。打垮了，打垮粟裕了。赶快，让他们报告战果！报告战果！是，我要论功行赏，我要论功行赏。对了，准备文稿，我要向委座报告，同时通知所有的电台、报纸，让他们发消息，庆祝胜利，庆祝胜利！好。今天，我
我要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：临沂收复了。京城团结啊！我国军将士奋勇杀敌，题目就是京城团结。当然了，后方的民众给予了很大的支持。卖报卖报！鲁南大捷，消灭共军8万！来呀，卖报卖报！连长，连长，连长，吵什么呀？团长刚刚打电话来，把我们骂了一顿。怎么了？团长说我们报告的战果没有统计清楚啊。报告长官，我是2连连长金德彪啊。金德彪，你们到底打死多少共军呢？哦，50个吧。30个还是50个？50个吧。你算清楚没有？夜里那么多共军，比蚂蚁还多，咱们才打死这么一点啊！再算清楚。好嘞好嘞。报告长官，那个我们又重新的算了一下，刚才确实算错了。那个现在我们统计了，应该80个。80个，3连打死190个，你们2连怎么才这么一点啊？狗日3连，他们猫在工事里就没开几枪。长官，那个刚才啊，我们没统计好，这回我们又仔细的算了一下，我们消灭的共军啊，已经超过200个了。200多少？那个280个。正好是整数啊！不，那个是283个。那个我是挨着脑袋数的，这回肯定是错不了了。弟兄们辛苦了，回头我论功行赏。好。他妈的，这帮狗日的！连长，你这胆也太大了。咱们虽说激战了一夜，但真正死在咱们阵地上的，能看见的也就只有共军3个人而已啊。但是你现在一下报了283个，那怎么办？他们都报这么多的人，咱们报少了，将来论功行赏的时候，不是请等人吃亏呀？那万一上头查下来怎么办呢？查个屁！到时候就说挖个坑，全都给埋了。这荒郊僻壤的，埋哪儿啊？就说，跟3连消灭的共军都埋在一块儿了。这样。有你的。报告。团长。师部让咱们报告战果，咱们怎么报啊？那293团怎么报的？团长，我打听了，他们报的是打死700，打伤1000。那我们肯定比他们多呀。我们打死900，打伤1500。要是这么报，上级要是下来检查，到那时候怎么办？查？怎么查呀？没听说过有句话吗？叫死无对证。人死了，怎么查呀？是。哎呀，这回陈诚可是出大风头了。你们看，这报纸的头条全都是他。步经委员长亲自给他授勋，就差给他立个牌坊了。陈诚说：“山东大局指日可定。”既然人家攻下了临沂城，这牛皮就由他去吹喽。号称消灭共军16个旅，8万人，这牛皮吹得有点大了吧？8万人，不可能，大队折4万差不多吧？4万我都不信。季黄啊，共军在临沂，你估算一下，他们到底损失了多少？共军的损失我不知道，但是据我所知，这次攻打临沂，我们的伤亡总人数不过是3、4千人。自华东作战开始以来，从南到北，我们跟共军交手，打的最好的战役
伤亡的比例也不过是1比1。这一仗，他们伤亡3、4千人，就消灭了共军8万人。南线集团难道是天兵天将吗？你这么一说，所有的牛皮都不攻自破了。咱和共军就算是1比1吧，那么共军的损失也不过就是3、4千人。临沂城是共军经营了多年的地方，如果华东共军想死守的话，那么我们起码最少要伤亡10万人。可是这次我们轻而易举的就拿下了临沂，这说明了什么？这说明共产党并不是真心想死守临沂。现在的问题是，既然共军没有死守临沂，那么他们的主力部队到哪儿去了？只有一个可能，共军的主力部队已经向北线集结了。哎呀，我多次给陈诚说，他就是不信，他就是不信。接情报部。奶奶的，你们情报部是干什么吃的啊？共军1、20万人都来到眼皮子底下了，你们还是找不到，赶紧派人去找，全都给我派出去！这奶奶的，一天到晚赖在城里，不是惦记着谁的官大，就是弄钱养个姨太太。这次你们要是找不到，我就枪毙了你们！奶奶！队长，你看啊，不好！报告！哎，小袁，快进来说，什么情况？敌人注意我们这边了，敌机天亮就到。同志们，马上转移，马上收拾东西，准备转移。付启平，到。你协助陈老总，我到村口等他一块走。是。王参谋，到。通知政治部，马上组织附近群众赶紧疏散。是。首长，鸡汤来了。啊，小王，我不喝了。首长，这里怎么了？哎呀，小王，赶紧把你摊子收拾一下，马上转移。是。你估计敌人是怎么发现我们这里的？我也在琢磨，我们的保卫工作非常严密，特务或者无意走漏消息可能性都不大，最大的可能是敌人也在监视我们的电台。就在这附近，有我们几10部电台在工作。现在有一种监听手段，能够很快的对我们的电台进行定位。首长，你看，10几部电台在地图上一一定位之后，然后再画一个圆，在这个圆里找到合适的位置，这样下来基本上就8、9不离10了。可能就是这个原因，以后我们一定要多加注意。首长，我们不如将计就计啊。你是说，把这些电台留下来？对，这样敌人就会认为我们没有离开这里。这个办法好。我们北上之后，这些电台可以留下来，继续做烟雾弹啊。哼，小袁，你不但是电台专家，你也会打仗啊。我哪会打仗啊？操作电台，这是我的本行。哦，对了，我得赶紧回去收拾一下。好，抓紧时间。是。小鹏，到。叫图影处郑处长过来一趟。是。老叔啊，你看天都快亮了。是啊。一路上怎么愁眉不展呢？啊，我这个人修养比老总的修养那可是差得远了，心里放不下事儿啊。要有信心嘛。信心我是有的，不过形势还是很严峻啊。现在我们的运动空间很小，如果南线集团占领临沂之后继续北上，或者说我们在北线打响之后，南线集团闻讯北上，那么只要3、4天就可以到达北线。这就是说，我们必须在4天之内消灭李先洲集团，否则我们就会4面皆敌，被敌人围困。4天之内消灭李先洲，
确实困难太大了。不过啊，拦截敌人也可能不会这么快就上来。那就要看王彪在运河那边能不能成功的迷惑敌人。老实说，这个计谋并不是很难使的。这就要看陈诚、唐恩伯、李先洲是真聪明还是自作聪明了。走。哎，对了，把火都烧得旺旺的。哎，前面都烧旺一点儿。哎，对喽，火越大越好，越大越好，越大越好，越大越好。来，对，都像他那样啊。这边做的也不错啊，这火烧的不错啊。我跟你们说啊，烧完了水就做饭，做完了饭再接着烧水。那水烧完了呢？水烧完了，你想烧什么就烧什么呀。啊，反正把火给我搞得旺旺的啊，是吧？我跟你们说啊，1堆火就是一个伙食单位，4堆火就是一个营，10堆火呢，那就是一个团呐。明白了，那我们再去多烧几堆火。哎，好，多烧啊！烧火喽！后边跟上点啊，把火烧得旺一点儿。还有那边都旺一点啊，把火烧得旺一点儿。后边快一点啊！跟上啊！推稳了，后边的跟上，快点，快点跟上。黄蜂警报，注意别！同志们，卧倒！不碍事！侦察机，解除防空警报，继续前进！走了，起来了！结束了啊！你呀，去找那个县大队、区小队什么的，都集中到我这儿来，去吧。是。走。快走！快走！哎，跟上啊，后边的。报告首长。哎呀，免了啊！来，我问一下你们啊，你们来的这些人都会打枪吗？放枪都会，就是没准头。他们刚来没几天呢。没准头不要紧啊，一会儿这个敌机要来了的话，你们呐就一起往天上放，啊，每个人给我打3枪，3枪打飞机。打不着的那是次要的，主要是啊吓唬他们，啊。哟，来了，快！朝敌机连放3枪。接着打！同志们，快点！大家快一点啊！快点！首长，啊，怎能让您亲自动手呢？首长，这活儿我会干，你放心吧啊。首长，啊，你怎么没带个警卫员啊？带警卫员，在这儿也待不了几天，只是在运河边上走来走去的，我再带个警卫员，那像话吗？用不着啊。首长，我听说您的官儿挺大，比司令员还大，是不是啊？我这官啊，这是可大可小，说大就大，说小就小。这得看苏司令
分配我什么工作了啊？哎，刘干山，你懂不懂今天我为什么叫你们打这个飞机呀？不是吓唬吓唬他们吗？这是第一点，不能叫这个敌机飞得太低了。你这一飞低，就看清咱们底下这些情况了。咱们现在这些人，有多少人没穿军装啊？那不都露馅了？啊，是这样。这第二点呢，国军呐，报告只会夸大其词，咱们就是打他几枪，他回去一报告说受到地面的猛烈炮火袭击，这不替咱们做了宣传了吗？啊？原来是这样，首长。明白了，明白了就好。刘干山，把你这几百人都给我组织好，见到敌机来了就给我打，狠狠的打，听到了吧？就是子弹少了点儿。子弹少，子弹少一点这不要紧啊。这样啊，今天早上起来，咱不是到集市上买了好多物品吗？哎，你派几个人，把这物品呐送到中转站去，到那儿再把那子弹带回来。真的？嗯。咱们前几天呐，打好棚举，缴获了不少子弹，都放在那个中转站了。你们这次任务很重要，一定要大力支援。好，我马上派人去取。好，去吧。是。首长，电报。好。老总。啊。王彪的电报。啊。嘿，王彪这家伙，你们怎么调教出来的呀？看上去绝对是个老实人，耍起心机来以一当十啊！他在运河边上那些小把戏，简直是做绝了，聪明透顶了。这哪是我调教出来的呀？这是毛主席亲自调教出来的。给王彪回电，提出表扬，告诉他们，明天傍晚他们的任务都完成了。现在呀，陈诚所需要的一切，我们都给他准备好了。是的，他需要看到我们主力部队在南线，我们通过打好棚举，坚守临沂，让他满足了。他需要取得攻占临沂的巨大胜利，我们把这个巨大胜利送给他了。他需要我们伤亡惨重，我们也把伤亡惨重做给他看了。他需要知道我们主力退出临沂之后的去向。王彪他们的表演也让他知道了，所有这一切已经让他称心如意了。我相信呐，陈诚将军绝不是个忘恩负义的人喽，他一定会好好报答我们的啊！驾，驾！空军报告，运河边上发现大批渡河的共军，就在这里。有多少人？由于防空火力过猛，无法降低高度观察，运河一带渡河部队源源不断，几十里地都是炊烟。飞行员还报告说，地面火力对空中射击十分猛烈，差点没把飞机打下来，其中还有高射机枪。有高射机枪？华东共军总共有3-5挺高射机枪，一直控制在他们的警卫部队手里。你们怎么看？很明显，这是从临沂溃退下来的共军主力部队。他们西渡运河干什么呀？那不是明摆着的吗？苏北丢了，临沂也丢了，共军在华东已无法立足，所以西窜华北，与华北共军靠拢。我们的电侦车侦听的情况有什么消息没有？我正要向您汇报呢。我们追踪的那10几部共军的电台，这几天一直向运河方向移动。依我看，他们已经到了运河的对岸了。命令：调整部署，南线集团迅速掉头向西，朝运河方向攻击前进；西线集团迅速封堵共军西进之路，北线集团继续南下，会合南线集团，准备在运河两岸围歼共军。总长，总长！哎呀，
蠢猪，蠢猪，比猪还蠢！他奶奶的，党国怎么养了这么一群笨蛋？总座，总座，嚷什么嚷？不懂规矩！我有最新情报。有什么新情况？赶快讲！共军的确在西渡运河，他们人数也不少，只是武器很差，有3-8大盖，还有老掉牙的汉阳造，机枪也很少，肯定不是共军主力啊。以往共军总是隐蔽行军，但这一次他们在大白天过河，大摇大摆，一点也不怕被我们发现。共军这是在迷惑我们。还有什么情况？在我们北线新泰好多地方发现了共军的哨兵，不让外人接近，他们手里拿的都是美式冲锋枪啊！啊！他奶奶的！我说什么来着？共军已经在北线展开了。陈诚上当了。哦，哎呀，过去担心南线的问题啊，陈诚全部给我们解决了。哎，这回陈总长伟大的南线集团和他的部队已经开始向西移了。好，这样一来，南线集团对我们的威胁暂时就可以解除了。我们可以集中全力对付北线李先洲集团。我们的3路大军明天天亮之前，全部可以进入攻击位置。我们打的是李先洲，可对付的人呢，却是王耀武。他这个人呐，比较激进，比陈诚难对付哦。而且啊，深受蒋介石的信任，他敢于跟陈诚抗衡。我也一直在顾虑这个因素。好在整编46师的韩练成师长已经同意随时把敌人的行动计划通知我们。我们的4中队也可以破译敌人的一部分电报。另外，我已经让谢永清组织几个电话侦听小组到敌后去侦听敌人的电话。好，我快要睡觉去了。睡吧，我已经1天1夜没合眼了。哎，对了，战斗打响之前，你也要抓紧时间休息啊。哎呀，我哪能像老总这样沉得住气呀？不到战斗结束，我这眼睛都不敢闭。我沉得住气呀，那是因为啊，有你在这个地方。去年我一个人呐，指挥山东野战军战斗的时候，也是4天4夜没合眼呐。两位老总，出情况了。什么情况？4中队刚刚截获了一份电报，是王耀武发给陈诚的。王耀武判断我们主力在北线展开，要求陈诚同意北线集团停止南进，相机行动。陈诚来电了吗？来了，还是不同意我们的判断。他奶奶的！不理他了，给我接李副总指挥的电话。是。请给我接李副总。总座，电话。哎，老李呀，共军已经来到你的对面了。对，什么情况不明？我命令部队马上全线后退。对，1分钟都不能耽搁。整编46师给我退到严庄，36军退到口镇，12军全部撤到交界线以北。对，让他们从张店到明水一带组织防御。还有，你们73军，还有你们指挥部，马上给我退到莱芜。等部队就位以后，让他们赶紧修筑工事，准备抵抗共军的进攻。王老总，真的有共军主力啊？我这可是一点消息都没有啊！你没有消息那就对了，你要是什么消息都知道了，那就不是共军了。那要是陈总长那儿知道了，问起来怎么办？陈诚那边你不用管，你听我的就是。王老总，您不知道，陈总长在这边有一个联络小组，我在这儿的一举一动，他马上就知道。老李，我看你是犯糊涂了。他奶奶的，你带的部队是我们山东战区的部队，是我的部队，不是陈诚的部队。执行命令，如果出了什么差错，我拿你质问。情报处长，情报处长。总座，
赶快给我派人去侦查！你要想尽一切办法，用尽一切手段，赶紧给我找到共军的准确位置。王耀武这个混账，这个王八蛋太目无上官了。如此擅自行动，不听军令，这还怎么打仗？共军的电台有什么变化没有？我们追踪的那10几部电台，基本上都渡过运河了。共军还在源源不断的渡过运河，空军天天都有报告，这就证明，共军的主力不可能在北线。给我接伪作电话。首长，1纵报告，当面敌人正在撤退。首长，6纵报告，敌人正在全面后退。首长，8纵报告，他对面的敌人一会儿功夫就全部推走了。首长，9纵报告，敌人就在对面的山脚下后退，请示要不要打一下？不许打，谁也不许暴露。李明同志的电报，报告李先洲的撤退计划。王耀武的动作来得好快啊！王耀武很厉害，大胆、机敏、果断。这样一来，战场态势就完全改变了。这样我们就白忙活一场了。为了这一仗啊，我们可准备了大半个月呀。这样一来呀，不到2、3天，战场态势一稳定，我们的意图一暴露，南线子弟赶过来，我们就要在夹缝中求生存了。嚯，起码有1个团呐！哼，不止吧，2个团都不止。见了敌人不能打，我范老虎什么时候遭过这罪呀？哎，报告，刘师长找你。喂，我说刘老财，你也嫌这难受了吧？我早就跟他说了，司令员一口气就把我顶回来了。哎呀，你说这见了敌人不能打，我范老虎哪遭过这罪呀？刘老财，你不是会打算盘吗？你算算怎么办？我们一起去跟司令员说。好啊，好，我举双手赞成。报告，范涛请示，提前出击，抓住敌人的尾巴。报告，有金鼓建议，部队立即展开，从右路截击敌人，左路攻击来武。报告，独3师请示，提前出击。告诉他们，绝对不行，谁暴露了部队，我就处分谁。好，胡廷强要求直接同陈老总说话。喂，火焰弹，苏司令的命令就是我的命令，你必须不打折扣的完全执行。报告首长，许司令找陈老总。喂，你的官儿大了是不是啊？竟敢点华东野战军首长的名字！我告诉你们啊，苏司令的命令都是跟我事先商量好了的。苏司令不同意，你们就来找我，你啥子意思啊？你是在离间华东野战军首长之间的关系。你们必须啊，认真执行苏司令的命令，否则我就用党纪、军纪处分你们。委座，临沂之战以后，共军主力已疲惫不堪，粮弹匮乏，自身难保，根本不可能再有什么主动策划大规模作战的能力。委座，臣对敌情判断的是错误的，完全是错误的。委座，我向你保证，北线共军的主力已经全面展开了。委座，我100%的向您保证，共军主力在西线，不在北线。
西线只是共军的一小股部队，那是迷惑我们的。所谓北线共军主力，那不过是粟裕布设的障眼法，是疑兵。王耀武上了共军的当了，王耀武中了共军的疑兵之计了。伟作，请你相信我，现在赶紧命令南线集团的部队迅速连夜兼程支援我们北线，不然北线集团那可是危在旦夕，危在旦夕呀！伟作，现在是您必须亲自向王耀武下命令，让北线部队恢复态势，迅速向南线集团靠拢。伟作，陈诚很着急。他着急，我比他还急。陈诚说，共军在南边，而王耀武说呢，共军在北边。他们两个，我听谁的？嗯，我到底听谁的？伟作，王耀武打仗一向机敏稳健，但是陈诚是参谋总长，是代表我到徐州指挥这次战役的，我能不支持他吗？万一陈诚的判断真的错了呢？先前王耀武就在怀疑临沂是共军有意放弃的。都给我说假话呀！而且他们都给我保证，我到底还能相信谁呢？你说还有谁能够让我相信呢？老总，我判断到目前为止，我们的意图还没有暴露。这次李先洲集团全面退缩，只是王耀武机警的单方面的行动，并没有征得陈诚的同意。陈诚肯定不会相信王耀武对战场情况的判断，否则南线集团早就应该掉头向北。但是他们现在依然采取向西的态势。陈诚虽然是总指挥，但他只能指挥南线集团，北线李先洲现在完全被王耀武控制着，多头指挥，这样我们正好有机可乘。不过现在不打，会不会坐失良机啊？李先洲集团退得不远，我们的意图还没有暴露，战机仍然存在。我们现在要坚持自己的决心，不被敌人所干扰。部队要继续隐蔽开进，迅速进入攻击位置。我们的部队现在还没有完全到位，如果仓促发起战斗，暴露了力量，那反倒是帮了王耀武。王耀武就会肆无忌惮，让李先洲集团退守纵深，而且南线集团也会很快扑上来。我看我们还有一个指望。是的，是有一个指望，而且希望很大。哎呀，我可真是熬不住了。我真要去睡觉了。除非毛主席亲自来找我，千万不要打扰我啊。去吧。首长，老总说的指望，是不是指陈诚啊？哎呀，我也要出去透透气。高部长在不在？我去叫他。好。高年首长，你读过不少书。你说，作为一个第一流的统帅，他是应该亲力亲为呢，还是应该原则领导？这是个人风格，没有一定之规。你比如曹操曹孟德，他就是原则领导，删繁就简，举重若轻；而诸葛亮呢，则是亲力亲为，事无巨细。可是，他们都是第一流的军事统帅，第一流的战争组织者。在这片土地上，古往今来，不知道打过多少仗。首长，这里是古战场吗？这一带是齐鲁故国，
吴楚力量强大的时候，势力也曾到达过这里。魏国同齐国的交战，大部分都是在这一带。孙膑在马陵道上设伏庞涓，施展减灶之计，就是在临沂的北。是吗？那回头我得去看看。我去看过，那是我们中国古代最有名的世家引真的模范战例，伟大而神奇的战争智慧，至今令人神往。高明啊，我问你，风是从哪里吹来的？首长，这是东北风，自然是从东北方向吹来的。不是东北风。没错，是东北风啊。我告诉你，风是从古代吹来的，你感觉到没有？它有古代的气息。古代？你听到了一种声音没有？什么声音？古代士兵在用兵器搏击的声音。我听见了，我听见了，它又响起来了。许多兵器碰撞在一起，战士在怒吼，还有战马的嘶声。就在风里，它夹在风里。首长，你在作诗啊？是吗？是啊，从风里听到古代的声音，这本身就是艺术思维啊。那我问你，艺术家同军事家最大的不同是什么？行业不一样吧？不，艺术家的成败只关联到很小的范围。而军事家的成败，却关联到国家民族的兴亡。就比如这一次作战，如果我对敌人的判断、对敌情的判断出现了错误，那么我们华夷必将为此付出几万人伤亡的惨重代价。哎，首长。我们出来换换脑子，这怎么又绕回去了？好，回去吧。我估计敌情啊，该有变化了。是。报告，进来。委座殿狱。马上发给王耀武，给李先洲也发一份。哼，委座的命令，看他还敢违抗！嘿，蠢猪，蠢猪，一帮子蠢猪！哎，我真没有想到委座会相信陈诚，不相信我们。总座，李副总电话。哦。总座，你说怎么办啊？陈诚现在已经发来了委座的严令，要求我马上恢复南下的态势。他现在是1小时1个电话，要求我执行命令啊！那……不，总座，请您放心，我肯定是听您的。是，那好，等我到了严庄以后，先观察2天，等态势清楚了以后再说。是，您放心。好。
亲自去南京面见老头子，我要让委员长亲自下命令，命令他们南线部队马上增援我们北线。赶快，给我准备飞机。总座。目前前线军情危急，作为司令官，你不能离开这里。那我怎么办呢？这样吧，我回南京，先去见陈布雷先生。如何面见委座，如何向委座陈述，都需要先同陈先生商量。否则，委座对我们的要求，可能一句话都听不进去啊。启皇啊，感谢我们山东战区全体将士，都拜托你了。放心吧，我一定尽力。李先洲又回来了，全都回来了，好啊！哎，赶紧报告苏司令。是，哎，都注意隐蔽啊！谁要是把李先洲给我吓跑了，我枪毙了他。幸好昨天没有提前出击啊！哎，你们说苏司令怎么知道李先洲又再次返回来呢？神了！哎，你们说这李先洲他娘的打的什么仗啊？啊，前天跑了，今天又回来了，他奶奶的，这不是找死吗？你说？哎，你看看你这人，敌人走了你骂娘，敌人回来你还是骂娘。去，笑什么笑？注意隐蔽。司令员，李先洲又回来了。哦，整编46师重新占领新泰，73军军部带着193师，重新回到了盐庄。很好，到底是陈诚的官大呀。这说明我们的意图敌人还没有发现，歼灭李先洲的战机再次出现了。李先洲这几天在路上来来回回，累都快把他给累死了。命令各部队一定要沉住气，这一次我们要力争全歼李先洲集团。总座，现在莱芜以北到处都是共军，每个村子里都住满了人，许多部队还住在树林子里。你怎么看见的？我们假扮成共军的地方部队，遇到共军就报出县大队的番号。这么说，是你亲眼看见的？总座，我拿人头担保，这一次我们是豁出命来，总算找到了共军主力。哎，奶奶的，你们辛苦了！赶快赏他们3000块钱的粮。谢总座。命令。整编46师迅速撤到莱芜。是。77师和73军会合。是。还有，把我们这里的情况和部署立即向南京汇报。秦委员长下令，命令南线集团部队迅速增援我们北线。是。还有，把这儿的情况通报徐州，通报陈诚。是。奶奶的！陈诚这个笨蛋，我恨不得掐死他！总座，李副总指挥电话。老李呀，现在是10万火急呀！你的动作一定要快，一定要快！只要你能把部队给我带出来，你老李就是我的恩人呐！就怕已经来不及了。王耀武这个混蛋！哼，这也太儿戏了吧！一有风吹草动，就让李先洲缩回去，来来回回的折腾好几遍了，这不是给共军帮忙吗？王耀武会不会是共产党？你准备去一趟南京，面见委座。北线的李先洲集团必须要划归我们徐州指挥，否则这个仗没法打。这次他跑不掉了。7道命令，命令8纵、9纵于博山地区
伏击并歼灭第77师，命令1纵攻占莱芜以西、以南各据点，命令6纵攻占莱芜以北之土字口镇。明天天亮之前，各部队完成对莱芜的包围。快！加快脚步，快，动作快！77师到哪儿了？77师快到博山了。告诉田师长，叫他们一定要快走一步多一份安全，慢走一步就多一份危险。刚才田师长报告，已经有部队走不动了。组织督察队呀，走得慢的军法处置，实在不愿走的，他奶奶的，就地正法。好，司令员。王建安司令员报告，77师走得太快，现在已经到达了攻击地域。王建安司令员请示，要不要等到了攻击的预定时间再发起战斗？离攻击发起时间还有2个小时。不等了，命令王建安、徐世友立即发起战斗，迅速全歼77师。立即发起战斗，迅速歼灭77师。命令各部队提前2个小时发起战斗。命令各部队提前2个小时发起战斗。博山一带遭到共军埋伏。他奶奶的！哎，还是晚了一步啊！田师长报告，共军火力猛烈，道路两边的高地上全部都是共军，起码有几万人。赶紧命令整编46师迅速给我撤到莱芜，同73军会合，告诉李先洲，让这2个军紧紧的给我包在一起。是。王耀武再次显示了他的机敏和果断，整编46师后退莱芜，动作非常快，我们一时还无法阻挡。要是战斗不是提前2个小时打响，我们是完全有能力挡住整编46师的退路的。啊，战场上没有如果，用兵之道，贵在应变。命令王建安、许世勇加快动作，全歼77师，然后马上掉头，堵住李献洲的退路。喂，好的，司令员，好消息啊！整编46师的韩练成师长马上就到了，是劳力同志陪他一起来的。嗨，这下可好了啊！师长跑了，整编46师群龙无首了，更好打了。把这个好消息马上告诉陈老总，这次隐蔽战线的同志又立了大功了。总长，仅仅1夜之间，77师就全军覆没，田师长阵亡。不会吧？现在共军各主力纵队全部从北线冒出来了。那西窜的共军呢？报告，总长，我们的先头部队已到达运河一带。发现敌情了吗？一个共军都没有看到。运河那么长，
他们不会找错地方了吧？我们的空军也报告，运河两岸一个空军都没有看到。总长，我们跟踪共军的那10几部电台，今天早上全部消失了。总长，我们上当了。总长，李先洲报告，46师师长韩练成失踪，很有可能投奔了共军。报告，总长，陈毅粟裕向李先洲发出投降通牒。总长，求兵！总长。司令员，各部队已经完成了对莱芜城的包围，请示攻击时间。莱芜城弹丸之地，塞进了5万多部队，怕是每个角落里都是人吧？是啊，我们这一炮打过去，起码能消灭他几10个敌人。我们都准备好了，可以发起攻击了。算了，不攻城了，放开一条路，让李先洲突围。什么？放李先洲突围？现在要消灭这5、6万敌人，已经很容易了。一炮打进去，就要死伤好几10个。但是这不是打鬼子，这是内战。内战不能这么打，我们不能学蒋介石，我们要尽可能有效地控制战争的残酷性。命令反老虎，放开一条路，让李先洲突围。我们不打死老虎，我们要在运动中歼灭他。是。莱芜战役，华东野战军以临沂一座空城，换取歼灭国民党军1个绥靖区指挥部、2个军部、7个师，共5万6千余人的重大胜利。此役粉碎了国民党军南北夹击，逼迫华东野战军在不利条件下与其决战的计划。这一战役，俘敌数量之多，歼敌速度之快，都创造了解放战争开始以来的最高纪录。